日本它这个时候亮剑启动了40年来最大的军备扩张，是它在台湾周边打造的飞弹群岛，包括了反舰飞弹阵地、雷达塔、弹药库、电子战的设施，要吓阻大陆武力威胁，等于把战场也推进在台湾跟大陆的家门口。所以与那国岛距离台湾这么近，你在上面真的放上飞弹的话，那就是挑衅。目前我们所知道是石垣跟宫古这2个岛，的确有12式陆基对舰飞弹已经部署上去了。他们部署上去其实有2-3年的时间，可是与那国岛不一样，你如果真的部署上去的话，那就验证了高市你的台湾有事论，台湾有事，日本就有事。观众朋友，今天节目特别要来关心到是中俄这一回强势的压进了第一岛链的战场曝光了，今天会帮观众朋友来特别做解读，包括了大陆解放军最近的动作非常的多，辽宁号狂刷100架次，超高音速导弹也下杀，这个画面也曝光了，再加上中俄最近做的反导弹联合开火，日本最新消息今天会来带观众朋友看到是新建在台湾附近新建了飞弹岛，压境东亚是否踏入战争的临界点？今天会一起做关注3个火线话题，今天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第一个，刚刚强调了，除了辽宁号在外海做这种强度演训之外，还有高超音速的这个导弹画面也曝光了，是看到的是有垂直下杀把船的这个画面。北京秀军事肌肉是在对美日台发出警告吗？第二件事情，这个是最新消息，日本在台湾附近打造的飞弹群岛压到了中国大陆的家门口，从与那国岛一直到宫古岛全面武装。日本是想要吓阻，还是把整个东亚有没有可能推向一条战争的不归路呢？最后来看到的是中国大陆在军事方面首次公开的氢弹投放，加上非核氢弹的威力，再加上中俄现在又启动了新一轮的军演，中俄军事同盟进入新阶段吗？今天也会来关心印太的军控会不会因此而不一样呢？今天都会一起的来做解读。赶快来看到，在这一场中日冲突之下，日本防卫省的最新示警，包括了辽宁号在6号到7号，我们上次跟观众朋友报告过，突然间是在这个冲绳外海这边狂刷了100架次的舰载机，还有直升机之外，歼15也对日本的 F-15雷达做照射。最新还有这个就是北京的，另外在微博解放军放的这个 MV 叫做《箭在弦上》。我们请导播也带我们来看这个潜艇集群是一字排开，高超音速反舰导弹直接在上演震撼的画面。从画面中，我们等一下也可以逐渐来看到，是从高空有一个垂直下杀的这个砸中靶船的一个画面。专家特别针对了这个影片也做了一个分析，认为这个影片就是在针对美日做警告，也是同时要他们不要干涉台海。而解放军的讯号之外，我们来看到在军事层面还做了哪一些呢？北京最近是成功试爆了它的这个新型的非核氢弹，可以燃烧超过1000度，火球持续燃烧2秒以上，高热加震波可以定向的攻击掩体跟建筑，目的现在说就是要在打城市战中打击台湾的防御能力。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大使怎么看刚刚特别看到的中国大陆公开它的潜艇集群之外，还有这个导弹垂直下杀的一个画面，剑指美日台做警告吗？会不会让台海风险再加剧？大使怎么看？对，我想最主要，中国大陆为什么会亮剑啊？其实这些都是既有的武力，既有的这个新的装备啊。那你说中国大陆有70几艘的这个潜水艇啊，本来就是区域里面最强大的一支潜水艇。那它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啊，把它这个阵势摆开？这个在中国大陆军事术语叫亮剑。亮剑就是当受到威胁，或者说受到某种压力的时候，或者有一些关键时刻可能要发生，中国大陆会先把武器先亮出来。为什么？这个就亮剑，就是让你评估，免得你会做错误的判断。也就是说，你搞不清楚中国大陆现在武力到什么程度，那就先告诉你，然后呢你自己评估，免得有这个武器，结果对方也不太清楚，或者说故意搞不清楚，然后呢做了一些挑战，然后发生冲突以后，那冲突一定会造成损失。所以大陆的战略是先让你知道我的武力在哪里，让你自己评估，让你知难而退啦。
那我想它最主要还是针对日本，因为这个11月7号高市早苗的这个发言啊，那事实上的话是对在陈平时期对中国大陆，那么公然这个等于就是说要做出行使武力的威胁。那这个中国大陆事实上的话，当然就一定会强烈回应。另外一个就是说，对于过去其实从2016年就开始的日本的再武装，那到现在，那么高市早苗的极右势力上台以后，他不但这个对中国大陆进行武力威胁，明白表示说他要干涉台海未来的发展其实台海两边他都知道不是日本的，都是属于中国的。他事实上他的所有的文件都承认，对，1972年、1978年。他都认为台湾是属于中国的，对，所以就变成就是说，那他现在就是管你是中国还是哪里，他就是要干涉，而且就是说你发生事情的话，我就要行使怎么样这个所谓的集体自卫权啦。那这个情况之下，中国大陆是认为说这个那么日本的高市早苗政权事实上正在把日本的军国主义的这一套这个整个的思维跟做法上，在高度的怎么样复刻，而且高速往军国主义的这个方向去推展。那另一个方面就是说，另外一方面，2次大战以后所建构的整体的国际秩序，日本是一个挑战者，他不愿意接受。在领土的安排上。在对日本这个国家的约制上，因为2次大战这个联合国的宪章事实上有所谓的什么敌国条款，也就是这一些当时的这些发起战争的战败国，他不能够再恢复军国主义的作为。那德国不能恢复纳粹主义，日本不能恢复军国主义。如果恢复军国主义的话，敌国条款就说那个时候的5强国家，联合国的5强国家可以不经过所谓的这个安理会的授权，就直接对日本采取这个军事行动。所以这些情况之下，中国大陆最近就把它的这个高超音速武器，而且是对这个水面上的这个目标进行这个攻击的这样子的一个镜头就播出来，而且也很罕见的把这个潜艇浮上水面，一个舰队展示出来。那这就是亮剑，最主要就是亮给日本看，然后要震慑日本。然后让日本知所节制要不然就是说，如果日本再往这个路上走的话，那未来跟中国大陆一定发生武力冲突。那么另外一方面，日本现在连非核3原则也都要放弃，对，那日本变成一个核武国家的话，那东亚就永无宁日了。好，现在整个东亚其实陷入在蛮紧张的一个态势当中。日本它这个时候亮剑刚刚提到了嘛，高超音速武器还有他们的潜艇之外，其实呢，东京这个油门持续的踩下去，让日中关系现在被预估是跌到了10年来最冰点的此刻，因为他现在正式的，这是最新消息，今天的新闻启动了40年来最大的军备扩张。我们来赶快看到这个消息，是他在台湾周边打造的飞弹群岛，沿着大约是160个岛屿组成的琉球湖线，陆续在这边新建各种的阵地，包括了反舰飞弹阵地、雷达塔、弹药库、电子战的设施，要吓阻大陆武力威胁，来自于日方的说法。而在台湾的东方，只有大概110公里的与那国，更被打造成最前线，被当作是火力哨站，等于把战场也推进在台湾跟大陆的家门口。这一波飞弹群岛化是真的能够吓阻大陆，还是把东亚推向另外一场军事战争当中？干哥怎么解读？因为与那国岛距离台湾是最近的，才110公里，所以你在上面做什么事情、动什么手脚，那都会被当作焦点来看待。那最近呢，因为他们在与那国岛已经真的就部署了雷达站其实与那国岛本来是没有军队的，但以现在严格来讲的话，也不叫有军队。他们的那个海军陆战队最多是部署在冲绳，也就是说在琉球。所以与那国岛距离台湾这么近，你在上面真的放上飞弹的话，那就是挑衅。目前我们所知道是石垣跟宫古这2个岛。的确有12式陆基对舰飞弹已经部署上去了。那他们部署上去其实有2-3年的时间，可是与那国岛不一样。你如果真的部署上去的话，
那就验证了高市你的台湾有事论，台湾有事，日本就有事，你就印证了你的野心在哪里。所以40年来最大的军备扩张，你可以从他一些很小的动作里面看出来，他是真的还是假的。那这次在那个就是说我们在中国海军辽宁舰它在那个公海上面，竟然被日方的 F-15战斗机逼近。那歼15从辽宁号上起飞是奉命去看看你的意图，这一定要拦截的啦。不拦截不可能。可是通常以前我们在看美俄在冷战时期的北冰洋的对峙，苏联的轰炸机飞过美国航母舰上空的话，通常是不会开照射雷达的。那中国这次就很果决，开了照射雷达，就我告诉你，我已经照着你了可是开照射雷达到了开火控雷达还是一段距离，就算你开了火力控制雷达之后，还没有按下按钮，那就是第3步。所以说，从照射到开火控到真正发射飞弹，其实还很遥远。所以那是一种自卫、宣誓自卫的一种权利。所以我觉得这次这件事情一直没有办法平息下来的原因，就是说日本认为他们受到了挑衅，可是中国不是这样想。我在公海上面演习，你的飞机靠近我，虽然你的战斗机也是在公海上，但是这绝对是挑衅行为。那日本说不是你先挑衅，没有关系，各说各话。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这就是在测试对方的能耐跟底线。如果一旦一天有事的话，那就可以知道谁的反应比较快。那与那国岛老实讲一句，是我们注意的一个焦点，就是说，再过个几个月，他们对于他的防御跟攻势的加强，是不是正如中国的观察家以及台海两岸的观察家所预判的？他会把什么？他可能还会把对舰飞弹移到这个陆地上面去，到岛屿上面去。还有，他可能派真正的警卫团，也就是说，那个都是由陆战队构成的。如果真的派上去，哪怕是一个排或半个营都可以的话，那我可以告诉你，这件事情是绝对不会降低温度的，反而会使中日关系更加紧张，是我们接下来观察的重点。好，我们会持续的关注在这个第一岛链，因为中日冲突而持续扩大那其实呢，不只是影响的范围是到中日而已，现在持续的扩大，许多国家也被拉进来，包括了在俄罗斯因为力挺中国大陆，所以呢，其实这两个国家举行了军演，启动的是第3次的反岛联合军演。那官方有特别定调说，这个没有针对任何国家，包括了第三方那美国，我们来看看美国的态度呢，现在是如何？美国在这个时候敏感时机，突然间战略态度改了一个方向，最新修订的是他们的国家安全战略，而且比较特别的事情是不再把俄罗斯列为直接威胁了，是有意图要跟俄罗斯来做合作。那川普也把战略重心拉回到西半球，以美国防卫本土为优先。民主党当然就大骂川普了，他说他削弱了美国影响力，助长中国大陆跟俄罗斯。一方面是中国在这边氢弹上面的投放，另外一方面还有中俄的军事同盟是不是进入到新的阶段了？对于全球这个区域安全的冲击，上志哥又怎么看？美国这次这个所谓的安全战略的这个白皮书发布，它当然真的是对于美国长久以来的这个全球观，它还是有很大的调整。当然，特别大家关注到说美国跟俄罗斯以及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关系。那在此延伸之外，也不得不说，在俄乌战争之后呢，中俄跟俄罗斯的这种紧密，所以无上限，包括中俄的所有历来签订的这些高峰的所谓的全方面的这个合作是难以想象的。我想其实尤其体现在最近对于日本这个部分前阵子我们看到说中国方面公布了这个过去的这个氢弹是一个历史性的这个当时氢弹的这个试验的画面。对。那因为其实中国大陆有很多的包括核弹的试验，其实都没有公布。作为一个无论是在情报的机密上，或者是说也不想引起全世界很多的敌对或恐慌。但是呢，这次披露这个历史性的，虽然是个老的氢弹，但是我想它最重要的重点，它很明显，它是直指对于日本的压力。现在对于中国大陆的很多有关军事的消息的散布，很多人都解读说它是不是乱枪打鸟，就也要警告美国，也要警告什么？其实不是大家要记得，中国现在对于所谓这种军事上的舆论性，
的应用，它其实都是有个特定的行销讲 TA 哦，它要针对谁？比如说，它现在锁定的就是日本。那在日本背后的部分当然是台湾，也都是直指的这同样的一条这个水平线来讲，就是它是有连带关系。然后再往后面，可能是包括对美国的一些警示；再往后面，当然是对全世界当中军事的这个宣告。所以这个概念之上，我们讲，特别是中国大陆现在，因为他们都一直传出他们有非核氢弹，有时候他没有需要用过去核弹的这些包括放射性的物质，就可以做到氢弹这种引爆跟杀伤力。那这一块，大家在这一次的氢弹的画面公布之后，其实是浮想翩翩的，对，而且特别是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啊。当然我们知道中俄关系的紧密，我们特别要看一下。在今年的部分，因为9月上旬，也就是才1个多月前，俄罗斯已经正式由他们的第一总理丹尼斯宣布说，他们要把手上当中对于宽体客机的重引擎，也就 PD-26，那这个部分是现在中国大陆做不到的哈，就未来要做 C929。这个重引擎发动机要整个包括它的复合材料，包括它的发动技术，要全部都要卖给中国。你要这个东西，其实对于中国，我们知道中国现在确实在军事能力上当中，很多发动机自己做得到，可是，在航机上，因为它的思路跟流体设计不一样，俄罗斯把最重要的东西，包括它未来研发的东西，都要跟中国分享。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跟俄罗斯之间的这个紧密关系，从这个点我们去看出。而且不得不说，这是日本引起的争议当中最快出来指责日本，而且就历史的这个罪人的定位来指责，就是俄罗斯。所以特别是在北方四岛的部分呢，其实俄罗斯也你说配合中国吗？有很多的部分的军事的这个巡演，所以对于日本在北方四岛、北海道之外，也有产生具体的军事压力。所以这军事压力，中俄现在确实是在日本的北方跟日本的西边在黄海地区来讲，这个夹击的力量确实比较重。好，观众朋友，今天我们会节目持续的来关心中日的战机，这一回真的是擦枪走火了。现在说距离战争只剩下最后的一步了。日本跟歼辽宁舰现在被爆出是装无辜吗？解放军则是不忍了，开始有了大动作。今天我们会一起的来做解读。3个火线话题，今天我请来宾来帮我们特别做解读的。中日这一回的战机死亡凝视时间高达了31分钟，大陆火控雷达这一回锁定的日本。F-15这一次可以说是距离开战只差最后一根扳机了吗？第二件事情来关心的是，大陆的辽宁舰百次的起降，宫古海峡的空域也被逼到了极限。日本现在说了，中国大陆你在挑衅，日本则是回说，是日本你跟监滋扰，到底这一场这个事件谁在找战呢？最后面来关心到的是高市早苗挑明的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之后，说了这份言论遭到了言论跟军事上面的双重击杀。但是本来以为美国会驰援的川普至今却是沉默不挺日本。今天我们来关心的是，盟友是瞬间消失了吗？来自于美国的帮忙，日本会不会被迫独自要面对中国大陆？今天都会一次的就这些议题来做解读。我们来赶快关心刚刚特别提到的中日离开战真的只差最后的一小步了吗？最新消息赶快来看到是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突然间在这一天是7号的凌晨召开了紧急记者会。小泉进次郎是这样说的，公布了一场在冲绳东南方的上空发生的这一场危机，罕见的主动公开，他说是在冲绳外海上空，而且是濒临战争的一个事件。赶快来回顾当时发生这件事情的整个状况，是在12月6号的16点32分到35分之间，辽宁舰起飞的这个歼15对执行紧急升空任务的日本 F-15进行了这个是火控雷达的照射，紧接着非常的紧张18点37分到19点08分这30分钟，又对另外一架的日本 F-15也遭到了火控雷达持续的来做锁定。大家在关心说火控雷达到底是什么？等一下我们也会请专家来做解读。简单的来说，就是战机已经瞄准准备开火的一个重要信号了。就像我们比喻这个电影《捍卫战士》里面这个警报狂响的那一刻，你就会知道你已经在对方的枪口下了。这一次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对日本长达31分钟持续锁定，被外界形容是这个叫做死亡凝视。另外一方面是辽宁舰的战机加直升机在6号到7号2天内起降了破100次，专家是这样形容的。
中国大陆解放军只差最后一步就会爆发战争了，已经不忍了，真的是这样吗？节目一开始要请吕舰长来带我们看中日这一次的争议，距离开战真的只剩最后一步了吗？中国选在这个时间地点亮出了火控雷达，是这张底牌吗？舰长怎么看？究竟什么是火控雷达？它其实就是射控雷达。那它的英文叫做 Fire Control Radar， 所以你要翻译成射控是 OK 的，你要翻译成火控，其实更贴近美国原来就是英文的用法哦。那其实我们在发射飞弹之前呢，都要先建立瞄准线。所谓的瞄准线就是 line of sight， 那其实也就是射控雷达的照明。照明之后就锁定，然后接下来发射飞弹才会建立另外一个，也就是射线的部分啊，也就是line of fire 的部分。那这两个部分呢，也就是刚刚讲的，为什么大家会认为开启射控雷达是死亡凝视，也就是我已经在完成瞄准的动作了。那现在大家在讨论这件事情啊，不过我们要先想到一件事情，其实一般来讲。无论是海军或空军都不会任意的开启射控雷达，为什么？因为其实现在所有的无论是载空机或者是水面的舰艇，它都有非常多的这一个有关于无线电的接收装置，你只要一发射一锁定的时候，其实你的电磁参数也就暴露了。那如果说我们看到这一次的这个位置啊，如果按照这个小泉他宣布的这个，也就是防卫大臣他在开记者会的时间的话，应该是在这个转向往东北的方向。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它这个辽宁舰，它穿越宫古海峡往东南，这个都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但是唯一不同的，也就是它这一次，它在这个冲大东岛这一个以西的位置，它就已经北转，向东北转。那向东北转的话，其实更接近冲绳。这个是对于日本来讲，他觉得它有一定的一个威胁，所以他就立刻起飞战机来。那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说，有关于这一个射控雷达的部分啊，它一共我们讲到，刚刚主持人也直接告诉我们了。开启了时间，那但是呢，我们这样讲，其实2013年1月的时候，其实这件事情也就发生过，不过那个时候是舰艇发射的，那这一次呢是战机发射的。那战机为什么发射这一个射控雷达的讯号？其实我们来看一看哦，美国或者是日本在遇到解放军的各型舰艇，包含航母舰打击群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一个应对？我们可以看到，在2021年的时候，他们是如此应对，也就是他们认为说，这没什么，而且他为什么穿越这整个的一个打击群的一个平位，然后进到这么近的距离，大概就是不到3000码的距离啊。那这个是我们看到美军其实。它是一个比较挑衅的作为。那我们在之前呢，也就是在去年的1月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是南昌舰，它得到了时代楷模。那它为什么得到时代楷模？其实跟这一次的感觉其实可能很像啊。也就是说，来了2架的外国的战机，然后不断的逼近，那也就是他们开启了舰上的系统。那这是我们讲到说。上一次时代楷模的事情，那这一次呢？对不起，是航空母舰打击群。那当然，航空母舰打击群它不是当场起飞，它是原来就有载空机的，也就是我们讲到的 CAP， 也就是雷达的这一种巡弋的在空巡弋机。那我就直接的派这个1批2架次直接去拦截，而且我们其实要特别注意一点，它其实在视距外。就已经被锁定了，意思是什么？中国大陆其实是非常的，对于这件事情，它已经非常的有它的警觉心，而且它绝对不让，类似我们刚刚看的那个伯克级驱逐舰，它的舰长翘个腿，然后在那边，然后做这个如此的事情啊。那这也就是我们讲到说，这一次的事件，其实代表它真正的含义，也就是。中国大陆的这个编队，它
应处已经不像过去了，然后会比以往来的更为强硬。好，中国大陆已经蓄势待发。那针对这一场战事，有人说是不是一触即发？现在双方中日双方则是互控，是你先挑衅的。我们来看到大陆方面说什么，还有日本方面又说什么。先来看到日本的小泉进次郎是立刻痛批说，中国大陆的动作是极度危险的。那首相高市早苗也强调说，我们冷静，但是会坚定的来应对。外务省也直接就召见了中国大陆的大使来强烈的抗议。中方的国防部长张小刚则是强烈的反击，他说：“我们辽宁舰在这个宫古海峡以东训练是符合国际法的，日本你才是恶意跟监。”然后也指控日方多次的派他们的 F-15来闯入演训区，痛骂日本是贼喊抓贼。倒打一把，这个辽宁舰百次的起降，中国大陆跟日本现在互相在痛批对方，到底是谁在挑衅？委员怎么解读？不能那么单纯的从挑衅或者反挑衅的角度来看，双方面在这个区域在干什么？为什么解放军的舰队要在这个位置进行演练？那个是最标准的宫古海峡封锁战跟宫古海峡反封锁战。这个宫古海峡，如果先从日本要封锁宫古海峡这种意图，以及它的部署，那中国大陆如何去突破这个宫古海峡的封锁战？我们来看一下哈，宫古海峡怎么被日本封锁？宫古海峡的位置大概就是在应该在这里，这是宫古海峡的位置在这里，在这里。然后以日本可能部署的提防导弹，假设在没有导弹基地的4国部署提防导弹，它的攻击范围，这最内圈的是标6的攻击范围，最外圈呢是战斧导弹的攻击范围。因为这种提风导弹啊，是这个提风系统是由标6再加上战斧导弹，所以战斧假设它打1600公里，涵盖的范围就是涵盖整个宫古海峡，涵盖整个宫古海峡。所以解放军特别在这个位置里面做演练，就在这个位置做演练，所以表示解放军要突破宫古海峡，然后这个如果必要的时候，日本军队配合美军要封锁宫古海峡，所以解放军演练地点当然选在这里啊。通常演练地点选择在哪里？除了有一些基本技术的演练要求之外，事实上选择战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地点。所以目前如果从日本本岛装设提防导弹，大概就是最大的攻击范围在这里，然后这个内部标落在这，还有一个叫什么？叫做这个 precision strike missile， 就是精准打击导弹它的范围大概就在这里，通通对宫古海峡有封锁的作用。那假设他们以后不只是在日本本岛装提风，也在什么也在石垣岛跟那个与那国岛去装设什么？去装设他们自己生产的124的反舰导弹，或者是这个034的防空导弹。034大概打这个，那12打这个，你可以看得出来，宫古海峡在哪里？就在这里，在这里。所以解放军在这里演习，也就是都是在它打击范围。那通常导弹的打击范围一般来讲，日本现在这个导弹都还没有完全装置完成，所以它必须要把它的这个战机的监视范围扩大到大概导弹的攻击范围。那解放军就当然要去模拟一个反封锁的作战了。你飞机来，我锁定你；你导弹来，我拦截你。大概处于这种状态当中。但是如果说中日紧张，我们可以说其实也早就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们先来看到辽宁号它在冲绳的外海训练，刚刚提到了，其实我们从过去历史上面也可以看到一些的迹象。在今年6月的时候，其实大陆甚至派出了它的辽宁舰跟这个山东舰双航母在同一片海进行这个大规模的演练。那日本自卫队也是一路跟监，但当时呢，虽然有这样子的事件，但是双方的关系毕竟没有这么紧绷，所以还算克制，这事件就这样子过了。那这一次就是因为这个首相高市早苗他拒绝收回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所以爆发了这样子的一个重大争议。现在让日本最心寒的是，原本呢，川普看起来他已经表态说会出面挺日本，但是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只有国务院的社群贴文一句话而已，而且没有任何的联合声明，甚至是没有强硬的表态。
金融时报做了一个报道，他说呢，川普对于日本的承诺到底是不是跳票了呢？美国根本不想被日本拉下水嘛？杨老师怎么解读？没有错，我觉得这一次高市的发言事件到现在其实已经，我本来以为说开始会进入到一个僵局的状态，但是呢，事件可能会再发展，因为你看到大陆这边其实是个警告，这是警告你飞得太近，也警告你高市不撤回，同时也警告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要求日本扮演第一岛链的所谓这个安全角色。那日本呢？我觉得在扩大，在操作这个议题。2点钟开记者会，我还没有记得我们台湾哪个政治人物2点钟开记者会，打起仗来了没有？有没有任何的损伤？没有啊。防卫大臣2点钟开记者会，那第二天高市也在加码抗议，还找中国驻日本大使来表达抗议。那其实整个过程，我看到日本的这个内容他都没有讲两机的距离多远，而你距离人家整个演习的这个船舰，它船舰3只都显现出来，距离多远，他都没有写出来。而且我们都知道，自从高市发言之后，在这个区域其实大陆有相当多的就是这个船舰、水面舰，而且经常的在做演习。2天在辽宁舰可能都将近100次的这种起降。那日本当然你会警戒，我这个可以理解，但是你过于靠近，当然要受到警告。比方说，去年7月的时候，日本有一艘驱逐舰叫梁越号，它跑到浙江的门口，在那边监视了中国大陆的演习，结果呢，跑进去领海里面20分钟，大陆这边抗议日本不理，所以到8月24号的时候，大陆一艘运9的这个侦测机，侦察机就在日本9州外面的男女群岛这边旋外海上，然后进入到领空15分钟。日本就把它做，你看中国军机侵略日本领土。那1个礼拜之后呢，日本自卫队悄悄的把那个梁越号的舰长给换掉。所以这一次我觉得日本这边的操作的情况非常明显，而美国呢从头到尾没有讲话，因为就在昨天，加州有一个雷根图书馆开一个雷根战略会议，同时美国的国防部长还有美国的参谋联席会议的主席都到了，参谋联席会议的主席都还被记者问到，你对这次的中日紧张的看法，他完全没有提到中日紧张，也没有提到日本，他只说中国的军力的发展，然后走向一个全球的布局，好像还蛮正面的。美国现在的态度基本上我认为2句话，美霸退出西太平洋，这个美霸不是爸爸的霸是霸权的霸，美国没有退出西太平洋，他在那边有经济利益，但美国霸权退出西太平洋，美军转为战略守势。你有没有看到最近这几年，任何在驻韩或驻日美军跟中国大陆解放军有任何擦撞，或者是警告，或者真的之类，除了在台湾海峡之外，对，都是日本。所以日本的角色现在变得好积极。小泉进次郎，当然我个人觉得他也是为他想做下一任首相做准备，因为他知道现在日本整个向右转、保守化、反中的氛围，所以这种民粹操作在晚上2点钟开记者会，我就觉得真的是可以到达这种地步。但我必须要讲中国大陆的那个海军的发言人到第2天的12点45才一个公告出来。其实国际媒体跟所有的华文媒体都已经照日本的讲法写出来了。到了当天的下午，到现在我们才了解，其实真的不安全、不专业是谁？是不是日本你太过于频次过高的接近？而且你4点钟来一次，被照了一下之后，你6点钟再来一次，好像照得不够爽。因为那个所谓的这个火控雷达的照射，就刚才小丽娘讲得很清楚，因为它那个就是高频率的那个很容易过热。所以，当它一照射，跟就是导弹要发射的这个根本是等于是这个一致的，那个窗口时间很短。可是即使如此呢，在4点6点的时候呢，应该是说歼15上的飞行员用人工的卸弹，就
等于是停掉那个飞弹发射的这个程序。好，一般的话，通常照射锁定飞弹发射，这大概是一个瞬间的。那但是呢，他用这种方式告诉你，然后呢，你4点不行，你6点再来一次，再来一次不就没事了吗？为什么呢？2点开记者会，为什么不选择3点好了？为什么4点？所以这个时间点，然后呢，第二天这样子，所以你看到美国的反应哦，其实让日本呢更为挫折感。美国就是没反应，而且再加上他们的讲的话以及那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实际上所显现出来，美国在整个西太平洋已经开始在战略收缩、战略守势了。好，今天的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先来看到是中国大陆这一家名气，它要量产的是7马赫的反舰飞弹。根据了解，反舰飞弹一旦成型的话，西太平洋的飞弹就会进入到了淡海的时代，包括了整个冲绳、西日本跟台海会全面的掉入火圈当中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件事情，我们今天会来关心的是北京另外启动的限日令，包括了滨崎步本来要举办的演唱会临时被砍卡了，现在被视为是羞辱性啊，中国对日本的羞辱性开到最大。第三件事情，今天也会来关心到的是新加坡的总理黄循财，他一句话要中国大陆放下对日本的历史仇恨，惹怒了中国，新加坡因此被卷入在中日的战火当中。真的吗？黄循财是偏袒日本吗？还是被香港媒体给误解了呢？今天就这3个议题，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关注。中日之间的这一场政治间的战火，一路现在延烧，不断的狂烧到了军事，甚至到了国际舆论战了。先来看到刚刚特别提到的这一间公司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名气凌空天行，正是在军事领域，他们推出了超音速的反舰飞弹。这一款飞弹叫做御空己1000。先来看到它的这些基本档案，因为它的基本档案是直接让周边国家背脊发凉。先来看到它的射程是达到了1300公里，速度7马赫，而它的造价根据了解是70万人民币，只有传统飞弹的1/10。最可怕的事情是，它已经完成，可以做到量产，而且非常的便宜。另外，在官方发布的模拟画面中，多枚飞弹是直接锁定在日本的名古屋，还有东京周边等等的地区。尽管东京距离中国沿海1600公里，其实是已经超出了这个射程，但是根据了解，它还是足以覆盖日本多个地区，从这个美军的基地这边的冲绳，一直到九州4国，还有本州西部，根据了解都是可以做覆盖的。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特别请教舰长如何看了这个低价量产的这一款飞弹御空己1000会如何改变整个西太平洋的飞弹规则？这一款飞弹可以直接对准冲绳美军基地、西太还有台海，对他们的威胁到底有多大？甚至有办法威胁到东京吗？舰长怎么看？如果我们从它的一个公布的画面来看的话，其实它的准度是100%的哦，它直接的命中这个目标，而且他说，从就是我们看到现在这张图啊，从发射，那我是没有截这个它命中的图，那可是他他特别强调，从发射到命中这2张的过程啊，其实代表都是实际上拍摄的，而不是使用动画啊。那但是其实它最大的效果是，其实它是民间公司产生的，它不是一般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大陆国企所产生的啊。那它其实有几个部分，以前我们都谈到这一种高超音速飞弹的话，其实它多半使用的是这种耐热的，无论是陶瓷或者是它的一个耐热的钢板啊。可是它这一次呢，我们讲到这个凌空天行，它用的是水泥，大家想都没想到，它用的是一个发泡的水泥的材质。那其实它这里也已经告诉我们说，它的也就是拦截的方式啊，到底是如何？也就是它到达了目标区之后，它会自动的打开 Seeker 那寻标器，然后来辨认目标。那也就是我们一般认为它攻击的应该是航空母舰，可是
他如果这样讲的话，那代表不一定哦。他可能先攻击的是我们讲到的防空指挥舰，一旦防空指挥舰被瘫痪之后，其实航空母舰被命中的可能性更高。那另外，他在这个CG 里面，他特别强调另外一件事，也就是它可以自动躲避这个威胁。也就是说，它是如何测得说这一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它的一个征收范围，这又是另外一个部分哦。那它为什么可以造价只是过去这一些飞弹的1/10呢？因为它用的都不是我们一般所用的军规的商品，例如说他讲说，他使用汽车用的这些缆线来取代航天级的这个缆线。那另外呢，他使用工业的标准的一个料件，例如说各种的螺丝啊，然后来取代航天的这个部分啊。也就是如果我们来看到这个很类似的一个产品，像东风17啊，因为我们刚刚看到它前面就是一个乘波体的一个构型，那这是我们看到的东风17。那东风17它的射程可比这个远得多，也就是它的射程在1800公里到2500公里之间。那这一个也就是同样的，我们刚刚讲到的日本的各个的一个从北海道南到这个与那国，其实通通都是范围之内啊。是，而且它为什么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一个御空级1000它会有如此的想象，也就是说，其实它采用了非常多这个军用的思维，但是不是军规的产品啊。那它在整个结束之后，它还有彩蛋啊，彩蛋就是刚刚主持人讲到的，也就是它其实暗示着它这款飞弹其实对于有关于冲绳、九州4国以及本州的部分呢，它是可以命中的。那这我们就会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当我们讲到盾很利的时候，那我们要想到矛的本身它的捍卫能力。那其实这个就是大家现在一直在讲有关于与那国岛的这个03型的这个中程防空飞弹。其实这个防空飞弹它的拦截的距离只有50公里啊。那拦截50公里的话，那这个是现在所使用的03式。可是实际上来讲，我们看到他们现在在西南诸岛用的已经不是原来那个03式的部分，而是有新的一个弹翼的结构。那这种弹翼的改变之后，可以使它的那个转向的半径更小，速度更快。这个也就是我们看到说日本要不断的在改进这些装备。那其实高市早苗就从这些装备里面，他觉得很有底气啊。但是我们讲到说这一种飞弹其实根本就没有办法拦截，无论是这个御空级1000，或者是东风17，或者是东风16，其实它都完全没有办法拦截。也就代表说，其实很多的政治人物他们都用断简残篇来进行判断，然后做政治的决策，反而将国家带到了一个万劫不复的地步。好，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一场中日的冲突之下，不管是来自于大陆的东风系列的武器，或者是御空级1000，接下来会针对于日本或者对于台海的威胁，其实这一场争议还另外威胁到现在已经整个外溢到不管是军事领域，甚至是在文化商业领域，有几个大型规模的这个文化的商演已经决定要暂停。我们先来看到对于日本的冲击又有哪些，包括了滨崎步在上海的演唱会开场的前一天临时取消，另外还有大龟真希的活动也终止了，面包超人还有美少女战士等等见面会、音乐剧等等全部取消，被形容是比当年韩国他部署这个萨德飞弹系统引发的限韩令还要更狠、更突然，而且具有这个羞辱性。杨老师怎么看对于日本接下来娱乐产业的威胁？我倒不会说是羞辱性，我觉得比较正确的形容应该是针对性啊。那他当然，如果日方感觉到羞辱性，这也是可能附带的效果。可是它主要是针对，也就是高市早苗的发言。那中国大陆这边要采取一些抵制、反制，啊，甚至接下来会不会有更进一步的外交跟经济上的制裁，我们不知道。目前你看到他
的民调，最新的民调其实这就是在我们台湾经历过嘛。你搞那个抗中保台，你民调就会高，因为都是民粹化了，那你尤其你在日本现在搞抗中保日，那就是这个概念。抗中保日里面呢，其实已经没有台湾有事的这个概念。台湾朋友先不要高兴，因为在整个现在这个叙事的过程当中，其实它只是一种论述，但是高市把所谓的台海有事影响日本国家安全，叫做存亡危机事态，那作为一个连结，而且把它直接讲出来，而且不愿意撤回。虽然在美国川普的敲打之下，他有一点修正，退回原点。但是大家知道嘛？老大哥讲话，你总是要去呼应他。可是老大哥没有叫我们撤回，因此他就坚持不撤回。这种抗中保日的这种情绪其实在日本发酵。我必须要讲，最新的日本经济新闻跟东京电视台，那他们都算是不算比较中间的就是这个媒体立场上没有说偏左偏右。高市现在支持率75%。这已经不是什么小权支持率了，它已经突破小权天花板了。那也问到了有关于台湾有事，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其实就很清楚啊。集体自卫权意思就是说，日本可以出兵，支持的认为这个言论合适的55%，不合适的30%。现阶段目前是这样子，但我觉得大概已经来到这个最高点，那接下来会往下掉。接下来你看到的中日之间的冲突、跟经济上的压力、跟后续它的政策上的问题，就会开始出现这个民调的这个影响。那中国大陆这边现在我看到的数据到现在到年底就12月份，大概从中国大陆前往日本的班机总共是5548班其实非常多，已经取消了904班所以将近20%被取消。还是有80%维持的，所以中国大陆也不是全面性的抵制。那像是旅游比较大的影响的这些都市就取消。那因为这904班里面，其实大部分前往大阪、东京，所以大阪这边大概团客取消掉50%，这会有冲击。如果持续下去，真的会有冲击。也就是说，日本人可以说你不来，别人可以来，但是这个影响还是会出现的，尤其后面的消费那差别更大。所以就是你现在看到，你用外交还是经济上的，还是要用民间的。那我觉得滨崎步他这个没有观众表演到位，这个其实大陆不管是我觉得北京方面跟大陆各方面都看到了，也就会尊敬说有一些日本艺人的这个敬业度，以及很多的日本人，像石破茂，从头到尾每天都在批高市，所以还是有相当多日本人是看得懂，看得清，那也不希望说中日之间走向一直的这种冲突，所以最后就回到高市了。那高市他会不会退？我觉得短时间他不会撤回这个发言，但是不要忘记，明年一整年中美关系会是比较稳定，所以呢，日本可能最后还是要面对这个问题，要不然来自于美国压力。要不然就高市面对到中日之间的民间或经济上的压力，他最后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个动作出来。是好，一方面高市接下来可能会面对来自于美国的压力，另外一方面刚刚说，虽然说现在中国大陆限日令等等会有一些经济上面的冲突，看起来不是太大，但是接下来恐怕对于日本本来 GDP 成长就已经比较小，可能会陷入负成长，是否又对高市带来另外一波的压力？这个我们要持续的来做观察。不过另外就是有比较奇怪的事情是，大家现在在看，就是说新加坡，政治上过去立场不是都一向比较中立吗？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说出这些话？因为新加坡的总理黄循财在近期他在这个蓬勃创新的经济论坛谈到中日关系，他竟然说呢，他说我们已经放下了历史并向前走，东南亚国家已经跟日本可以做到这一点了。虽然说花了一些时间，希望中日你们也能够找到方法前进。这一番话似乎暗示中国还是你自己得放下历史成见。话一出引发了大陆网友非常的不满，有人形容他好像是吃了苍蝇一样恶心的强烈反感的感受，批评黄循财根本
偏袒日方。另外有一篇文章，这个叫做《新加坡为何敢干涉中日的争端》，直接就登上了中国大陆的网站的热搜。那当然了，新加坡的这个《海峡时报》就帮黄循财做澄清，他说是部分香港媒体故意的曲解、刻意操弄情绪，真的是这样吗？黄循财是否真的偏袒日本，还是被香港媒体给误解了呢？委员怎么解读？我觉得是大陆的媒体偏袒黄循财。到现在为止，大陆的媒体、大陆的官方没有一句话说黄循财，提都不提。反而是大陆的民间跟网民对于黄循财大加痛批。其实这新闻第一个时间出来的话，我就在媒体上大力批判他。为什么？就是不长眼睛，叫做白目，叫脑筋短路。这个话当然很难听啊！哦，一国总理被我说成这样子，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样批判他哈。你说忘记2次大战的历史。然后这个要新加坡跟日本往前走，那好啊，新加坡14岁孩子念的中学教科书、历史教科书里面写得清清楚楚，2次大战1942年，日本占领新加坡，占领到1945年，短短的3年内干了什么事儿，教科书写得一清二楚。那你黄循财把这个教科取消啊？那个教科书不像台湾教科书哦，提都不提啊，写得很详细。循财兄，我念给你听。第一个叫肃清大屠杀，他把所有的当时新加坡人口只有50万人，注意到不是现在的人口，当时只有50万人，把所有的男人集中，他们叫检疫，一个一个检查，来判断你是不是抗日分子。那你要忘掉过去，你们新加坡整天在教你们孩子是干什么？而且你还把它当作新加坡立国的最重要的故事。说为什么新加坡要立国？为什么新加坡要有军队？那你今天在讲什么？第二个，中国大陆有因为南京大屠杀、卢沟桥事变、淞沪会战、长江会战、太行山这个游击战，把它拿来当理由，所以禁止滨崎步演出吗？或者禁止日本水产进口吗？禁止日本牛肉进口吗？没有啊！你看，南京大屠杀照常纪念，寿司照常吃，92阅兵、93阅兵纪念什么？纪念所谓的反法西斯以及抗日战争胜利，什么80几周年？请问你，北京有叫大家去抵制什么日本餐厅啊？抵制日本旅游吗？没有啊！93大阅兵结束了以后，还不一堆人跑到日本去玩？10月黄金假期还不一堆人跑去玩？中国大陆没有把这个事情连在一起啊！中国大陆跟你们新加坡一样啊，就搁置不提嘛，正常交往嘛，可是现在中国大陆对于日本愤怒在哪里？你黄循财根本没有搞清楚，这跟过去的历史是毫无关系的。因为很简单嘛，中国大陆说我要收回台湾，台湾是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今天刚好开罗宣言的80几周年，是这个我要收回，和平统一或者武力统一，你日本要插一手你日本战败国把土地还回来给我以后，你现在要插一手那你还在与那国岛、石垣岛，还叫你的防卫大臣去那边看看你们的武力设施，那边装的导弹可以打到什么地方？可以打到上海。请问你什么意思？中国人不愤怒吗？你说你要介入什么存立危机事态？什么叫存立危机事态？第一个，只要宣布存立危机事态，日本所有的防空反舰导弹全部启动。第二个，它的神盾舰在横须贺、在佐世保的神盾舰跟驱逐舰全部出海，进入战斗状态。它的反潜机立刻在台湾海峡、在巴士海峡、在宫古海峡、在西太平洋布下反潜线。最后一个封锁宫古海峡跟巴士海峡。请问你，这是你们自己写的啊？我没有冤枉你哦。存立危机事态，日本自卫队要干这个事情啊。那中国会怎么想？你该还我的东西，现在不还我还要插手啊？那是准备2次大战还没结束的样子嘛？是啊，所以敌国条款就出来了。联合国敌国条款就写这些事情啊。你战败国该履行的东西你不履行，我就有权利打你啊。
那更扯的，其实我觉得中国反应还蛮温和的。你看这2天中国已经没有什么太大，高市长嘛只稍微退了一点点，中国那个反日气氛就开始下降了。我一点都不冤枉中国大陆啊！你们日本把中国大陆逼到墙角，什么逼到墙角？你不是还在韩国啊？高市长们还跟习近平讲，我们要战略互惠。你用这种方式战略互惠啊？那你不是整整打习近平跟中国一个大耳光吗？都还要解释吗？那你黄继贤讲什么？你根本搞不清楚状况，你搞不清楚状况。堂堂一个新加坡总理，新加坡总理给人家的印象中非常精明，处理问题啊，像这个快刀斩乱麻，都很精准。你完全搞错了问题啊！那你新加坡海峡时报，那当然是新加坡政府控制的报纸嘛。你说批评香港，港媒批评你啊，或者台湾我们这几个人批评你啊，也不会伤到1毛。你现在还不承认错误，还叫海峡时报出来洗地，那当然香港的媒体更愤怒。可是大陆的媒体静悄悄的，静悄悄的。哎，大陆你好人不要做到那样地步，好不好？